基本构造咱们了解完了之后，下一步咱去做什么呢？就是去认识我们的美甲工具。也就是说，咱们这一节课的主要工具有哪些？哪些工具是做什么用的？美甲工具，这里的工具指的是美甲所有要用到的东西。比如说咱这一节课的内容，也就是说你们要了解美甲工具，直接看这节课就好了。美甲工具的认识。第3节课是什么呢？第3节课就去讲咱们前置处理，先去学习前置处理。所有的指甲，你没有做好前置处理的情况下，你去涂色也好，做款式也好，做建构贴甲片都不好看。一个完美的前置处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的学员可能说上来我先去修甲型什么的，那些次要，因为你前置处理，你看后面它是有一个自然弧度的，对吧？它有一个自然弧度，弧度是正的时候，前面你再去修甲型它漂亮。但是如果你这个有的人这个后缘它都是歪斜的，那么你再去修甲型有可能就会偏。所以说第一步，我们在了解完基础的知识之后，先去学习前置处理。也是一样啊，先去看集训课，再看录播课，录播课也行。录播课前置处理里面有一个那个日式录播课的日式前置处理的那个标准流程，是一个日式考试里面标准系统化的这么过来的，就在录播课你们可以看一下。想做日式，你可以按照我那个标准去走一走，自己可以轻微的改变，懂吧？根据实际情况。好，前置处理学完之后，我们就开始怎样？修甲型这是这么一个间接性的。去修甲型。好，第5个，修好甲型了，这些就是基本的前置处理，都处理好了，我要开始进行下一步，正规到了咱们的这个涂色流程，对吧？那就去涂单色啊。有的老师涂纯色、涂单色、涂纯色，都词儿都是一样的，单色、纯色词儿都是一样的啊。就是去涂指甲油，怎么去涂后边母干，怎么留边，怎么能保证整个指甲它那个胶的均匀程度，然后怎么去涂颜色，不开边起翘，这个非常重要啊！不开边起翘，所有的注意点记不住的写下来，等回头去找一找，就功课开了，你就对应着你写的那些，我看看哪一点没有做到位，尤其是前期，后期的话你有经验了，答案一看就知道啊，基本上没问题。好了，这个单色学好了之后，我们只是学会了普通的涂色。一个指甲我平常我已经涂好颜色了，是一个样子，但是我怎么能给它涂的又饱满，改善整个甲型，显得指甲看起来又瘦那个形状又好看，对不对？怎么去调整？然后加固有一些软的指甲，就需要用到我们第6个要学习的内容，就是学习做建构。建设的建，构造的构是这一个词儿。学习做建构，建构是什么意思？其实宝宝不懂，建构其实就是塑形，给我们的指甲塑形。指甲不好看的做漂亮，指甲漂亮的做得更漂亮，就是这个意思。指甲软的给它做硬。短的也可以做长，建构里面也包含这个本甲建构和延长，但是这里着重指的是本甲建构本甲的建构，因为你这个学会了之后，跟那个甲片之后，或者说做那个甲延长之后的建构是一样的，你就都会一块去讲好了，这是我教大家一个学习顺序，你们可以按照我这个学习顺序来，因为你们现在有的时候，你们现在那个刚入门的学员可能不知道该去问什么，了解什么，问什么问题，但是之前学员就是说了，而我就越学越杂。这一点我们从来没给大家讲过，给大家好好就这么说一下建构完了之后咱就干啥？到现在到第6步之前，你所有的涂单色是没有问题的，做极致单色也就在第6步之前，也就是说第6步之前，你把我给你们的课件还有一些集训课程看完了，咱们做极致单色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极致单色和普通的单色有区别，极致单色对我们前置处理有一个要求，对我们涂单色做建构有要求，涂颜色也有要求，等这几个全部处理到位，极致单色就出现了，很简单。包括做日式也是，日式也可以做得非常非常漂亮，好吧？但是我们中式来说，现在就你把不用说非得靠着某一个，我怎么教给你们，你们就完全复制过来。包括我去考试来说，做一个这个考1级的时候。因为很多东西已经被淘汰，都不用了，市面你想买都买不着了。但是考试里面都有，也就是说考试它只是有一个固定的流程，但是具体怎么操作还是看你们店里，好不好？还是看你们店里，根据你们店里的情况，那么中式你去结合，咱们做前置的时候要用到哪些？比如说打磨机，用打磨机和死皮剪配合去使用也行，然后错条和这个打磨机配合使用也行，只要快速方便，怎么着都是对的。大家不要太纠结于某一个系统化的流程，好不好？好了，来。
这个之前咱们基础涂色，你过年有很多宝宝，然后或者说自己亲戚朋友或者自己想涂个单色，只是学到这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一个进阶课程，学我们的进阶课程。进阶课程有哪些？第一个，先去学习渐变和晕染。先去学习渐变和晕染。你们问老师，现在款式那么多，为什么要学渐变和晕染？因为在所有的款式里面，渐变和晕染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也就是说，除了单色以外，渐变、晕染或者说贴钻啊，我给大家也写一下，贴钻、贴饰品这些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只要把这些掌握，你接下来再做款式是洒水，非常非常的轻松。能听清吗？大家能听得清楚吗？这个麦再带一下，给合同用的。这能听清楚是不是？好了，这就是我们入门，我建议大家去学的一个顺序。渐变来说，大家会觉得说渐变啊，不是涂个颜色往后刷，哗啦哗啦吗？你们去试一下，你一定要做到无笔痕的渐变。怎么去做啊？晕染怎么操作？晕染光课程我给大家集训课就开了有至少3期，着重看第5期、第6期，着重看第5期、第6期的晕染课。然后贴钻就不用说了，这个是非常简单的，是所有款式里面贴钻是最简单的，但是也最容易出问题，好吧？来第8个，学完晕染渐变这些基本款式，我在自己的指甲上做，这些都没有问题了。这也不是什么进阶大的课程，你们自己想想，贴纸、饰品，然后各种各样的，基本上就是这3类，基本上就是这3类啊。好了，来往下看第8个，我们来学什么呢？先去学延长甲。延长甲包含哪些？第一个，甲片延长。现在很多你们在那个网上去看，有人说我要做个延长吧，你或者说顾客来到你店里，我要做延长，你给我做指甲加长吧，你要确定问他你想做哪类型的延长。第一个是他的自愿，顾客的自愿程度；第二个是你根据顾客的指甲去判断。如果他的问题甲比较严重的话，你就推荐给他做这个指托延长。但是如果说是普通我也不想多花钱的，那你就去选择甲片延长啊，还有指托延长。你们新手可能不太懂，待会儿我一讲工具就知道是哪些了。咱们先把这些列出来。好了，第3个还有什么？还有这个水晶延长。无指托的话，说实话现在用的不多，因为它出来的效果还是稍微差点，也行吧。你们都学一下无指托啊，也就是用啫喱膏和那个甲片压上去，然后抠下来的那一种无指托。但是这个操作难度会相对来说大一点，容易断。好了，最后一个是水晶延长，用水晶粉。有宝宝会问，水晶粉现在市面真的很多店里你去买都买不到，因为这个东西慢慢被替代了。因为水晶粉相对来说是有味道的，它的气味啊，它的那个臭味比较刺鼻，就是很多店里接受不了。但是水晶粉是所有指甲里面最结实的一种，但是它相对来说操作也大，难度也大。水晶粉不光可以用来做延长，它也可以用来做雕花，就是立体的花朵，也可以用来粘钻。所以说延长水晶粉，你可以先不去练习那个啥，你先只看延长水晶课的前一部分，就是知道它怎么用，怎么去取粉球，怎么压粉就好了，好不好？这是入门的啊。好了，再往下看，咱们延长学好了之后，剩下的就比较简单了，就是最后一个，就是咱们第9个，就是相当于算是高级款式了。有的你们去看看啊，很多学校的那个课程，就是把这个渐变晕染，还有甚至说延长甲、指托延长、无指托延长、建构都拿为高级课程的理念。说是高级，但是在老师这儿，你们跟着我学习的话，我写的这些前八个全是基础，是必须要掌握的。我不管你是之前什么程度啊，包括前置处理，一定是要干干净净做那个极致前置处理。同样的东西，我希望从咱这学出去之后，大家都能在顾客收费上能提一个档次。咱不要说因为我剪的又干净，但是我又做的又特别9块9便宜的话，没必要，跟我们时间是不成正比的，跟我们的回报是不成正比的，好不好？你们有问题在下方那个弹幕打一下啊，都打一下，打个弹幕也行。我要是没回复到的，你们也可以评论一下，好吧？高级款式里面包含什么？在我这儿来说，高级款式一般就是相当于一些比如说动漫人物，还有一些那个高级彩绘款式。来说到彩绘啊，彩绘应该分为几种。比如说第一个基础入门的，这个我应该先给大家说到，就放在这个吧，
咱一共分为10个，把延长甲作为9，高级算为10，然后在7后面我们去填补一个8，彩绘入门，彩绘入门，彩绘入门，先去练什么？先去练什么？看不到了啊，往下了是吧？好，来往上一点。彩绘入门，入门的时候，大家我要开始学习彩绘，比如我渐变、晕染、贴钻，贴钻你也可以稍微往后放一放，但是贴钻也可以提前弄，贴钻很简单啊，非常简单。做完这些款式，我要学习彩绘了，我应该先去练什么？首先就是去练线条，练线条，也就是说，在一个指甲上，用蓝笔画一下，哎，这个笔它不是，来。在一个指甲上啊，我画线条的时候，我可以画竖线画得很直，我也可以画一条非常粗的竖线，而且很均匀。我也可以就是在我怎么去练习啊，这个练习的时候不要只是哎呀我竖着画，画横着的时候我把指甲再横过来啊，去画横线。然后我想画这个斜线的时候，我把甲片再去旋转一下，不行，就是你们拿着这个甲片，我再去旋转一下。哎，我去转着甲片去画，我只会竖线往下画不行。在练线条的时候，一定是指甲就是这个样放的，我的甲片这么拿，我就一直这么拿，因为你顾客的手你不可能给他一直来回转，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练画线条，竖向可以去往下走，然后可以反手往后画，也可以往这边去画，去找角度。好吧，甲片几乎是不动的，它不是说完全不动，你可以这样轻微摆动是可以，但是不可能这样又转过来转过去的话，包括做晕染、做这个渐变也是一样，尽量保证你们手里的这个垂直，好吧，垂直或者说轻微摆动都可以。啊，这是这个，应该你们一说就懂。画线条去练习我们的控笔能力。练习控笔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画线条。画线条不单单只是一个横竖线，很多款式类的线条都可以去练习。通过画线条去画一些花朵，或者画一些纹理图案，有横线、竖线、斜线、弧线、波浪线等等。通过这个练习我们的控笔能力，大家可以多去找一些这个线条图案的美甲款式，你们就照着做就行，看看自己能做到什么程度，好吧？然后具体做到什么样，你们该发作业发作业，然后咱们课件讲这个的时候会给大家去说一个标准啊。好了，彩绘入门，先去学线条，学完线条之后练法式。法式其实很简单，我不想把它作为一大类，因为它属于这个线条类里面的一部分，但是它能练习我们的什么线条和涂色的能力，就是说我勾了线，然后再去涂色，包括做这种山丘纹、法式等等等等，就是这一种，包括那个大理石纹都会用得到啊。就是练习去做法式控笔，就是用彩绘笔去画涂彩绘胶的时候那个手法，以及你看铺胶的一个程度。学完法式甲也是非常常用的款，就是已经美甲到从20世纪到现在。法式甲就没怎么说就被淘汰过，一直都在流行着，因为它既简单又大方一个款啊，所以你们这个是必须要掌握的。好了，法式过了之后，咱们还有什么彩绘基础的彩绘花瓣，基础彩绘花瓣，基础的彩绘花。我应该拿点板过来，比如说一些五瓣花。那个各种雏菊花啊，这些就是一笔下去就能完成这个花的，就练习点这层次叠加的花瓣，你慢慢去先把一层，就是我这里写一个啊，是一层花瓣，就一笔下去就可以完全画出来的那种。好吧，这是基础。学完这个彩绘之后，你来做延长，但是这个顺序只要前六个你学好了之后，后面的你可以任意调换。如果你着急上手做功课，这功课要来了要贴甲片了，那你可以先去看延长，也可以先学渐变，这个是放在后面的啊。7、8、9可以调换，顺序是必须的啊，必须固定。前6个必须固定，然后7、8、9这3个可随机，就是调换。最后一个是最后的，好吧？最后一个是最后的。行了，还有一些彩绘里面，包括还有一些款式呀，包括你就是高级什么喷枪，说实话，它连基础都算不上，非常简单。就是你就算不会美甲，你拿着那个枪，你喷一喷，你也知道是什么意思，无非就是该提前包边，还是该怎么样。还有就是比较难的，最难的就是彩绘和雕花啊，彩绘和雕花。这个我们有了学习顺序，我们再来看工具，咱们对应去往里入啊，往里去看看有哪些，好吧？来下一张了啊，这个我翻页了啊，我翻页了，我放到旁边去。好
好了，来，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咱们的是一个什么？指甲基本构造，这个需要用到什么？笔和纸，笔和纸，你只要去记下来就好了啊。这还有动动你的大脑，只需要记，这个不需要用到什么工具。还有唯一用到的工具就是我们的手，就是看看你自己的手能不能够看明白，是这个啊。好了，来第二个，美甲工具的认知，认识就是这节课，那我们要认识哪个？从前置处理开始，从前置处理开始。比如说，我把工具分为几大类，把工具分为几大类。做前置的工具，认知有对吧？前置是什么？就是咱们传统说的去死皮，去死皮。好了，前置处理会用到什么工具？最主要的这个大家都知道，前置处理三件套啊，但是现在已经被我改成2件套了，也就是咱们的意剪啊，不是意剪啊，死皮剪和钢推。死皮剪和钢推，就是你们在配新手工具套的时候，都会给你们配上这种死皮剪和钢推。然后不要去，我给你们配的工具不是这种的。那个别啊，这个你看啊，很多给你们配基础工具的话，配些这样的。说实话，这个一个不好用，而且用一段时间就不好。我就一般就用它开点什么东西啊，或者刮点啥，抠一抠什么东西才用。但是我给你们去用的工具啊，基本上都是这一种，或者说是我用的这一种。它这个一剪啊，一剪的还行。你看有2种一剪，有2个一剪，这个一剪是贵的，这个一剪是便宜的。我给你们说一下，你们别因为一剪在这个死皮剪里面是独占鳌头，你们看看啊，有的时候别买了便宜的，弄得特别贵就好。一般我给你们发的小件开发都是发的这种，便宜的话都是发的这个名字的一剪。但是你们刚开始不想花太多钱，用它是没有问题的，好吧？用它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它的品质也可以的，好不好？你比如说像你看我用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属于这种，都是这个意思。你看，但是上面带着这些英文字母 made in 哪儿，这怎么念来着？这种呢属于它是越南产的啊，越南产的这个是正品，但是它卖的贵，它只是意义上的正品，但是说耐用什么的话都可以。好了，死皮剪、钢推的主要作用是什么？这个大头的作用是推起我们后缘的纸皮，哎，往后推，这一边，另外一边呢是给它刮掉上面多余的小毛刺，然后用死皮剪去剪，就是这个很简单，这个不难理解的。有问题及时打断我啊！我把这个先拿走。这是工具。那做前置处理，我们就按照顺序来说，先涂什么软化剂。很多宝宝买了这个，我给你们发，你们不知道是啥，这个就是白色瓶软化剂先涂上，然后再去推，然后再去剪。软化剂现在有几种，你们买的市面上也有几种。第一个是这种膏状的，第二个是水状的啊，水剂状的软化剂，这俩都一样，都可以用。水剂状的呢，它会更快一点，所以说你们，但是这个要比它贵，这个比这个贵。但也差不多还行，这几块钱，你们这个可能用起来比较方便一点吧。新手的话建议用膏状啊，新手用膏状好不好？刚开始你们一定记得就是买最基础的就行了，买基础的。但是这些打磨机还有灯尽量去买好的，其他的只要能过关就可以。好了，软化剂，然后死皮剪、钢推。看你们能不能看清，这个蓝色字可能不太清楚，换个笔。软化剂、死皮剪、钢推，这是日式前处理要用到的。比如说我们在家练习，只要有这3个，我们就可以做前置处理，但是同样的，前置处理有2种方式，第一个是用咱们的这样的，第二个就是用打磨机去处理。但是打磨机我不会强行让大家准备，因为我不想让你们买那个30、50打磨笔啊，或者说100块钱左右的那种，不耐用，而且很多东西声音啊，这个那的都有点受限。打磨机一般建议都在200左右的啊，200左右就行，就是不要太便宜的。打磨头、打磨头还有前置处理液，这是用做那个俄式前置处理时候要用到的前置处理液。你们先写，我给你们拿。好了，日式要用到的是这3种。但是俄式要用到的就是这些。品牌不做推荐啊，我只是给大家有的时候一些常用的，买什么你们自己去决定啊，来，软化剂啊，不是前置处理液是喷的，是直接这么喷出去的。好，软化剂
然后咱们的打磨头，打磨头一般有几个，这个大家后期需要再说，好吧？但是这个说实话，你要是需要做顾客，或者说我要上门做美甲，我要开店的话，打磨机必须要有，必须要有，因为有了打磨机，你前置处理的会非常快，而且非常干净，要比你用那个死皮剪单纯用钢推去做的话要好一些，好吧？打磨机、钢推啊，不是打磨机、打磨头，还有咱们的俄式前置处理液。去来做咱们的前置处理，甚至说还会用到什么呢？咱们的俄式弯剪。我只是这里给你们带一下啊，但是这个我得画括弧，画括弧的都是备选的，不是必选的啊，画括弧都是备选。你们不想用打磨机，我就自己做着玩，你这个打磨机买不买？或者你买这是捡便宜的笔，那也可以，好吧？来，俄式弯剪，俄式弯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它这个俄式弯剪代替的是啥？就是代替的死皮剪，但是很多地方也是该用死皮剪还是用死皮剪。俄式弯剪，俄式弯剪一般来说，它的这个小口口能看清吗？它这个口口是非常尖的，而且很细，它能够顺利的进入咱们的这个贴着这个边儿，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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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剪。但是如果有的顾客他皮肤非常薄的，就不建议用这种弯剪，不建议用弯剪，只适合用那些死皮比较厚的、比较多的啊、比较长的那些死皮可以用它去剪。我先放到这儿。啊，或者说你再把这个背上，因为这个已经有了啊，这个已经有了。行了，这是咱们前置处理会用到的工具，前置处理会用到的工具。下一个，你看我给你们捋一下就非常清晰了，就是基础的东西就那么多，而且这些打磨机一用2-3年，灯也用2-3年，所以说买就买个好的，只要你能坚持，自己说我能坚持做下来，那就可以啊。好了，我把这个一收，这是前置处理要用到的工具，咱们记好了吧？再往下看啊，再就是咱们清洁要用到的工具，什么黑色笔？我清洁会用什么？咱们现在有这种，第一个是咱们的清洁啫喱水，清洁啫喱水它有几个名字啊？我就先写第一个啫喱水。你们以后看到相同的名字，知道它是同样的东西就行了啊。啫喱水，还有它也叫这个洗甲水，洗甲啊，指甲的甲，洗甲水，还有叫这个那个叫什么？我看我那个瓶子上，我这好多瓶子，我看这个叫清洁水。这个也是必备的啊，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它配合什么使用呢？配合咱们的美甲棉片，配合美甲棉片。这个就是咱们的美甲棉片。棉片呢，它现在有一些好的，有一般的，好的一般都是不掉毛的。就是我们做指甲就很怕指甲上有毛屑，有的擦一擦特别便宜的那种，擦一擦它有可能会掉毛，但是好的这个它是不掉毛的啊，是不掉毛的，直接去擦。这是棉片，棉片蘸清洁水去用，然后你们可以再准备一个这种按压壶，按压壶直接每次就是里面是清洁水，清洁水是用的最多的。然后有宝宝说了，那我用酒精代替行吗？其实也可以，但是不建议。我不建议啊，酒精就用来消毒，但是有的人对清洁水过敏的情况下，要不然你换一个。如果都过敏的话，你就直接用酒精去做，好吧？再用酒精，或者说把手上戴上那种小手指套，戴上手套去操作，然后拿棉片压着按压瓶去压出清洁水来去擦指甲。所有甲面的浮胶，还有这个涂错的颜色，包括指甲两侧等等等等的这种浮胶类的东西，都是用它擦。它也会用来擦这个咱们的美甲笔啊或者什么的，所以说这些东西是最常用的。最常用的，行，咱们继续往下看。清洁水、棉片，还有什么？还有咱们的这个按压壶。但是有的宝宝人家有按压壶什么的，也有那种自己备的，所以说这个工具套里面一般不会给大家弄啊。就清洁水，还有什么？咱们的粉尘刷。你们别收到一个刷子，不知道这干啥用的，拿去扫桌面扫啥的。扫指甲的就只能扫指甲，不能干别的用啊，用来扫指甲上的灰尘，好吧？一般都会备2个，一个呢是就是专门做扫手用的，第2个是就是废掉的那个，然后扫桌面啊或者清洁用的，清洁其他的一些笔啊脏东西。不然，因为我们这个主要作用是把这个上面弄干净，弄干净之后把指甲上的灰扫掉。但是你平常又扫桌子、扫这个扫那个，里面的灰会越积越多。当你扫指甲的时候，它出来的那甲面就不干净。好吧，但是它只是这么扫一下，有大的有小的，刚开始就有一些小小的就可以，这个就是纯粹为了颜值。
颜值好看也行是吧？提升咱们的做那个啥的能力。好了，粉尘刷酒精我就不写了，但是写上吧，以防万一啊，怕你们自己忘不掉。清洁用到的，哎，还有没有？你们还能想到有没有？这个橘木棒，它是哪个橘？也有写橘子的橘，也有写那个橙子的那种橘，反正它叫橘木棒。这个一包几块钱，2块3块，好像你们自己买的话，这个都是基本上算1次2次性。然后比如说指甲上有溢胶的时候，我们需要清洁指甲沟里面的这些多余的胶的时候，可以直接用橘木棒给它擦掉，不用用手，直接用它就好。包括有多余的胶啊什么的，包括调胶什么，它的作用也是比较多的。这是橘木棒啊，它也是算作清洁类的一种，主要作用还是比如说清洁甲面、甲沟后侧，包括指甲里面，但是不要用它去推后缘。它上面有毛刺，它是木质的，一旦你给它推进一点那个小刺儿进去，你想取出来是很麻烦的啊，这个要注意。行了，这是橘木棒，这是咱们清洁类要用到的工具，然后除了这些，来咱主要的去看，这个我看看我桌面，我怎么给你分大类？功能胶、清洁，然后，哎，对，这里还落了一个，宝贝们，还有一个指甲刀。指甲刀应该都有啊，就是这种小指甲刀，这种不要买太小的，买大的，做美甲买大的，还有那种斜的不用，就买平的就行，平的比斜的要好用，好吧？这种指甲刀跟钢盔这些是在一类的，你们把这个添加上，我刚刚看了一眼，看见它了。还有什么？还有咱们的这个镊子呀，还有其他类工具，我先标注一下吧。其他类的工具就是我们会用到的，就是美甲师必备的一些。其他类，你比如说第一个直镊，也就是镊子，直镊，它比如说指甲上涂完颜色有小毛毛，我们用这个镊子去取掉。然后如果贴钻的时候拿不住，可以用镊子去夹钻。而镊子是一定要有，它的用途也比较多啊，是直镊，用直镊。弯镊的话，有的时候不太好用，反正看你们情况吧，有把镊子就行。这是一个镊子。第二个是咱们的死皮剪，不是死皮剪，是一字剪，这个叫一字剪，也叫甲片剪。一字剪也叫甲片剪，它的作用是做了长指甲之后，你看前端是这样的，是直接一次性剪掉。现在也出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跟剪刀似的，或者说是黑色的各种，但是都一样啊，都一样用，这个也很耐用。现在市面卖的最多，店里卖的最多的也是这个，也可以做雕花，对，橘木棒也可以做雕花。是的，大家多给我补充。因为美甲东西太杂了，我怕一旦遗漏也不好，我就想起啥也是给大家补充的来。好了，这个看一下啊，除了它还有什么呢？卸钻钳，或有贴钻就有卸钻，卸钻是用专门的卸钻钳。是不是东西可杂了？可能一个东西可能5块钱6块，但是你加吧一堆，它价格就高了。不是说上来我老给大家说，我怕一下子说买工具要花1000块钱或者几百块钱吓到你们，但实际上刚开始就是得这样。但是这些东西一买能用很久，啊。这个是卸钻钳，它这个口是倾斜的，看到没有？倾斜的。比如说有些钻我贴的这个大钻，我要卸的话，跟甲面平起来去卸除就可以，这是卸钻。它也可以用来那个剪，比如说有些链条款的比较硬的这种饰品，金属饰品，不要用咱们的传统死皮剪去剪，会非常伤害它。然后这个直接剪的话，就相当于就跟个小钳子一样，它是比较硬的，你就放心大胆的去剪就好了，好吧？这是咱们的死皮剪，第二个工具。第三个是咱们的，这个放外面去讲，这个吧，点珠笔。我不给大家说的太多，因为太多更杂，就是能用到的、用的比较多的一些东西，点珠笔这些啊，都就是算是基础工具类的吧。因为这个你去做一些舞瓣花什么的，快速画花做款式都能用得上，都可以用得上。比如画彩绘必须也得用它，好吧？好了，这是其他类，我待会儿这留着啊，再遇到什么我再去给大家做补充，哦，我想起来了，还有咱们的练习甲托。我就摆在眼前看不见。练习甲托，大家收到都是这种长条状的，用长条的就行。这个是之前做活动给大家带的那个长条状的就好了啊，就是直接这么去操作，一个一个的拿。也有用那种莲花底做的，如果说后期打板的话，用莲花底更好用。然后你说现在我就是
简单涂色练习的话，你们买个这个基础的几块钱就够了，好吧？就几块钱的不用买，非得都特好看的。先学会，学会之后，这种我自己用，我一个月我得用上2个，用2套，因为第一套用完有可能掉掉，或者说脏了，或者说坏掉等等都得换，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必备用品，你们买上1个2都行，下托啊。好，我把这个一收。另外还有其他咱们要用到的水剂类，这里写过了，有一个清洁水、啫喱水，对不对？但是我们还有一种水叫什么呢？叫洗笔水，这个也是必备的啊，这个是必备的洗笔水。洗笔水和洗甲水有什么区别？看字面意思，洗笔水就用来洗咱们彩绘笔的，洗甲水就是用来清洁甲面的，明白吗？这就是2个的区别。洗笔水啊是必须要备的，另外还有咱们的卸甲水。卸甲水主要是配合锡纸和棉花来卸除指甲、卸除甲油胶用的。但是现在谁还用呢？你有了那个还得去买纸托夹住，或者说买锡纸。现在所以都用了什么呢？现在都给大家替换成了卸甲包，用卸甲包，一般都是一盒装，里面是多少瓶？我纸质上没写啊，就这一次性的，这个它成本虽然要比为什么有的店里你就一直在用卸甲水，因为卸甲水来说便宜，非常便宜，而且那个棉花可以反复利用，但是这个只要开了就是一次性。如果你店里的话，你不差那3块2块了，你直接用卸甲包去操作，好吧？给人做感觉也舒服啊，这是这个。再用卸甲水的，但是日式考试里面来说都是用的卸甲水，考2级都得用卸甲水。哎，这搞不懂。好了，来卸甲包，我就把这个写到其他类里面，好不好？卸甲包，还有我们最主要的，问卸甲包咋了？指缘油也行啊，指缘油就是这种，现在指缘油也是花里胡哨，现在市面上就是可劲儿赚你们的钱。用点这个最普通的就是很好用，打开直接转一转啊，这个也好操控，但是有的那个挤的不要挤太多，就一点点就好啊。做完款式之后用，做完手术，还有现在出的这种香水指缘油，就是它可香了，这个就跟喷香水一样，还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给我看啊，我想要这个，就是它是这种圆珠状的。还有带刷子的指缘油啊，都属于指缘油。你看一眼啊，这应该是有，上哪是就跟这个瓶子一样，黄色的是油状的啊，那也是跟这个是一样指缘油，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但是这个你看，这都是小东西，你们选一个就好了啊，不要去买那么多，买个最便宜的一个，这个2块钱。2块钱撑死了，你们如果出去买，人家问你要10块，绝对是黑你的。去你们店里要5块要10块，绝对黑。一个这个2块钱就够了，好吧？但是这个可能就稍贵一点，看着也好像也贵，但其实都还行。大家入了这一行以后，肯定都会了解这个行业的价格。我也不需要给大家做隐瞒，这些东西成本都很低，所以还有调胶棒是吧？还有调胶棒，你看我就在这放着，调胶棒也是必备。调胶棒其实这个可以买可以不买，因为我们用橘木棒就可以了，调胶用橘木棒就可以了。好吧，这个一般做雕花的时候会用，做一些曲胶比较粘稠的时候会用到它。但是这些东西吧，新手来说不用，新手来说不需要。但是大家进入美甲行业之后，这个还得有。对，你们太聪明了啊！我给你们写上，我就不写了吧，因为写多了，这个新手看起来好像要买的好，我都要买，就感觉我自己不买就好像亏了一样。我要用到怎么办？看了这么多字，其实是一样东西。然后卸甲水不要买啊，卸甲水不用买，用的我买1瓶2年我都不带用的，就是几乎不用。唯一用到的是什么？我用马克笔画画的时候才会用到卸甲水去过渡，所以我也不用马克笔了，就是用其他的方式代替就好了。洗笔水是必备的啊，洗笔水和清洁水是必须要准备的。这个呢还配合咱们的棉片啊，注意，这是我们清洁里面要用到的东西。好了，这是水剂类，水剂过了还有什么？还有咱们的这个最主要的，哎，我这是在写点什么吧？还有调色盘，我看我自己记的笔记的啊，调色盘也有好多，你们就奔着调色盘买个好看的，因为心情舒服。但是要买厚一点的，不要买太薄的。那个太薄的话，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弄胶多，你用薄的一动，它就跟着你甲面去动弹。但是用个厚点的吧，你比如说这种它防滑的，你就再怎么操作都没事儿。这种的就重，它的作用呢，
就是可以不光做调色盘使用，它也可以用来拍照，也可以用来拍照，反正都可以，好吧？选一个就行，不要买多了。还有这种调色纸，这种调色纸它是一次性的，基本上用完一张撕一张，它是油性的这种，油性的啊。但是也可以反复利用，你用完如果胶布多擦掉，还可以再次利用的。直接选一种就行啊。这是调色盘，我看看我这还有啥？打磨头、错条啊，错条是打磨类了。好了，来继续往下看。那就先入门来说，前置处理基本上弄好了，我们开始进入下一步要修甲型了，对不对？我们要修甲型会用到什么呢？错条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一类工具，错条。但是错条基本上分为4大类，马克笔用卸甲水是不是？对，马克笔是用卸甲水的。对，马克笔用卸甲水去过渡边缘是可以达到晕染效果的。你用普通的清洁水没有用，用普通清洁水没有用。在指甲上啊，在指甲上，但是在纸上啥的就不是了。来看一下，我这里有很多种这个打磨头啊，这个叫什么？错条，错条呢？分为4大类，你们只需要记住，它只分为4大类。第一种是后错，我叫它修行错。修行错，修行错它有一个最主要的特征，最主要的特征是啥？你看啊，这几个里面找一个中等厚度的，也就是这2个，看见没有？它们2个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稍微厚一点，但是不是像这个是海绵错啊，海绵错，像它有各种各样的形状没有限制，你们自己喜欢用什么就用什么就行，但是一定要保证你所有买的错条不要都是方的，有一端一定是椭圆形的，另外一端是方的、圆的都无所谓，是尖的都行，好吧，都行，这个是主要。我先写出来啊，第一个是这个，我放到这儿。第2种是薄错，我先放下，之后你们慢慢去讲。你看还有这么细细小小的这种小错条，看见没有？第2种是薄错，咱们统称为薄错啊。你去买的时候就说要后错，后错也就是我们的修行错，我给你们记一下。后错是修行错，薄错就是这种薄的，就是非常薄的这种。然后还有一个是海绵错。这个你们去买东西的时候直接这么说，人家就知道是啥了。海绵错是所有错条里面最厚的，但是也是最柔软的啊，最柔软的一种就是海绵错。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呢？就叫抛光错，抛光条也叫抛光条，也叫抛光错。它一般来说有长条的，也有块状的，就是这种长方块。长方块呢，它那个也是跟这个一样，一面是白色，一面是绿色，先用绿色，再用白色啊。它的主要作用，比如说你看，现在来看我的指甲现在是一个磨砂面，对吧？但是我不想做指甲了，就在本甲上我不想做指甲了，那你先用这个面非常给它磨一下。打磨好了之后，再用这一个白色的这个面去给它抛光，它相当于一个达到抛光的作用，也就是正常的指甲你做完之后，你看现在看是不是刚才要亮一些？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会亮一点。也就是说，正常做完顾客为什么发污，你就让他走了，他会感觉容易沾灰或怎么样，那你就需要用到它。但是这个抛光错，你就准备2个，你能用1年，因为现在几乎不太用啊。好了，这是这4种。所有的错条就是这4种，你们不管什么形状，花样再多，说的再好听，都是这4种，但它材质有区别，材质是有区别的，因为有的材质就是用一段时间，用上做上几个就得换，那属于价格低一点了。像好一点的，像现在有一个叫韩国纱，对，就是那个韩国。Korea 的韩国纱的那个错条，它也算叫做可水洗，也就是说这个错条我用一段时间我可以洗一洗再用，它是就是不用换。但是这个呢相对来说单个价格也贵，就是看大家自行的选择了，好吧？我把这个写上，抛光都会写吧？我这个字儿我哪里没写明白，你们跟我说啊。来再看，海绵，我们先来说修行，比如说做的延长甲或者假指甲的修行，你就用厚一点的错，包括贴的甲片或者做指托延长、水晶粉这些都用这个厚一点的错条。然后如果是本甲去修行的话，都去用薄错去修行，因为指甲，尤其是短指甲，你这个缝里面厚的进不去，你就用薄错，进行一卡就卡进去了，这是我们薄错的一个作用啊。薄错是用来修真指甲、本甲的，这3种都是一个。这个呢，它可以修本甲，
但是也可以修甲片。修甲片的话，你用它相对来说就会有一点点的损伤它啊，因为你们看到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你看上面的数值，每根错条上面都是有数值的，不管是什么品质，好的坏的，除了抛光错，抛光错是不写的啊，抛光条一看就看明白了。数值看，这是咱们那个学的时候学修行的时候会教大家。一般来说，你看越粗糙的，它的数值是越小的，对吧？这个相对来说要比它要粗糙，它要比它粗糙。比如说越粗糙的数值是越小的。你看啊，但是它不能统着作为比较，因为不同的品牌是不一样，你只是拿到这个错条来看就行了。这个错条有2个面，一个是100，一个180，一个粗面，一个细面。细面着重修行，宝贝们，修行都要用细面，不管用后错还是薄错，都用细面去修行。粗面这个错条粗面是用来打磨指甲的，你比如说卸甲油胶，或者说假的甲片、假指甲，主要用于卸假指甲，会用到这种厚一点、粗糙一点的错条，好吧？但是修行都是用我刚刚给大家说的，记住再记住啊，数值越大，颗粒越细。你就想象把一个数字当成一粒沙，当成一粒沙，180粒沙，或者说你把它当成小石子，小石子啊，就是同样一个角度看上去，180粒的沙和240粒的沙哪个更多，显得更密，就是这种感觉。也就是说，240沙就是沙滩，然后180沙就是这种带石子的沙滩，就这种感觉啊，就是你们知道这个就好了。然后每次拿到它的时候，用手一摸，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用看，拿手一摸就知道哪边粗哪边细，我就知道该哪边去用来修行，哪边用来干啥用了，好吧？这是我们的错条，错条类的基本上就是这4大类。不会有再多的，无非就是形状不同，还有这种长方块的，各种各样形状的都有。好，这是咱们错条类。错条完了，还有咱们的什么呀？最主要的这个灯，我们给大家去说。灯啊，咱们的续命神器。续命神器，我们在做款式也好，涂色也好，做任何没有它，咱的指甲是完成不了的。我依稀记得，我刚刚开始工作室做指甲的时候，我的就是被人家坑了1万多块钱，买了一个120色的胶，那是14年的时候。然后胶到手上，我以为是指甲油，就涂，结果涂了怎么就不干？那我就再等等，结果等了一晚上，第2天早上起来它还是不干的。就是必须要光疗灯啊，光疗灯的固化才能会干的。但是光疗灯你们不要买个，现在便宜的最好用的就是相对来说厂家所有统一反馈就是有个叫阳光1号的，它就是它这不是有个桑嘛，然后桑万就是阳光1号那种，跟这个形状差不多，但是它不是愈创合成。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用这个牌子？也不是做品牌推荐，是因为我从开店到现在，我的灯没有一个坏的，是真是这样，没有一个坏的。我毫不夸张给你们看看我这一个灯的型号，它的品质有好多。这个是5P，就是加大版，就跟手机那个 Plus 一样啊，5P。但是我这个灯已经特别脏了，看里面这个灯已经用了3年了，3年多了，快3年半了，但是它还是能用。但是长时间用便宜的那种灯，你能感觉同样的时间照不干的时候就该换灯了，好吧？该换灯了。如果说同样的时间还是没问题，那就可以。但是陆老师也给大家去说，咱们平均1年2年就换一个，可以换。如果是很便宜的该换，但是贵的话你可以一直去使用，跟品牌有关系。干啥呢？啊？好，这是这个灯里面错条可以清洗吗？用那个韩国沙的可水洗的错条是可以洗的，但是像咱普通的错条是不能洗的，直接就是一次性，因为一个错条1块钱、1块5、2块钱，你做用上1个月换了就换了吧，咱不差那1块，做个顾客一个顾客还挣不来1块钱嘛，对不对？看这个灯啊，注意里面的灯，现在基本上都是用这种 LED 灯，不要再用那种带灯管的，带灯管的不是怕手黑吗？任何灯都会招手黑的啊，这是咱们用的灯。别的品牌我几乎没咋用过，但是人家有很多好的品牌，但是我对愈创合成就专门做灯的一个品牌，因为大家都知道，都是这个行业的人，我就跟你们简单这么一说，选择看大家好不好？好了，这是这个光疗灯，光疗灯我放在其他里面也是必备的，它叫光疗灯啊，大家以后说照灯，如果让顾客去听。看你的专业程度，一定要说照灯，不要说烤灯。但是你们知道啥意思就行，这没有什么强制性要求，但尽量还是去说照灯，这样改过来这个习惯。好了，这个灯结束，错条结束，剩下的两个最主要的就是咱们的胶，一个是胶，先是说咱们的工具是笔吧，彩绘笔。彩绘笔画线条、画花、画什么的都会用得到。
彩绘笔啊，一般来说，这种成套笔我给你们买的都是就是质量好一点，但是价格不贵的，还有一些便宜的。你看现在它每一套笔它的型号是不一样的，但是常用的笔有哪几支？常用的彩绘笔，第一个拉线笔，看不见了，看不见。海绵抛粗面可以打磨本甲，可以的，海绵抛后面的粗面是可以打磨本甲的。可以的啊，但是如果指甲特别薄的是不建议。然后如果说需要本甲稍微磨的稍微重一点，用海绵抛去磨一下就行，别太用力。这个我发现大家有个习惯，不管是新手老手用的时候，我们在打磨的时候，因为它自带这种摩擦力，所以你不需要多么用力的去磨，除非你想快速的去改善。那正常打磨的话，就轻轻的蹭，修甲钳也是轻轻的走，你走一遍，它立马就会被打磨掉一些，轻轻的啊。还有这里跟大家再补充一句，跟顾客做款式做的时候。刚开始做在修行打磨的，一定要多一句话，不要怕这唠叨这一句，就多一句话。如果他指甲特别薄，你说指甲很薄了，我待会儿打磨的时候提前我轻轻给你打，然后指甲厚的也说你指甲挺健康呀，然后我给你磨的时候就也轻一点，然后保护好你自己的指甲，对吧？就是你接下来再怎么操作，他都觉得你是在为他着想。但你要不说这句话，你哈哈拉，他会觉得，哎呀，是不是你给我磨的这么重干啥？就有这种感觉。但是你说了这句话，你磨的重，他也知道你在特别小心，好吧？一定记得这句话啊，一定记得这句话，给顾客操作的时候。行了，来，这是那个咱们的彩绘笔，第一个要用到的就是咱们的拉线笔，能不能看清？哎，把这个绿色挡起来，这样能看清一点。明白吗？这样看，看这些线条状的都属于拉线笔，拉线笔一般备2支。一长一短拉线笔看不见了，是不是？来，拉线笔备2支，一长一短，这是第一支。第二个光疗笔，有昨天那个指那个1对1的跟学员1对1的时候，学员问一个光疗笔，老师光疗笔是啥？光疗笔一般有圆头光疗，有平头光疗，还有斜头光疗，是哪几支呢？看这上面啊，圆头，看这个椭圆形的，这个就是圆头。平的就是平头，有大平头、小平头，就是你们买有时候说模板上24支笔用不到，没有用，不用买那么多，就是正常12支笔左右，13支、15支以内就可以了，不要买多了啊。我说的指的是套笔，单独买的话，拉线笔、光疗笔、圆头、平头、斜头都会用得上。然后第3个，咱们的万能笔，它也叫多功能笔，也叫多功能笔。万能跟多功能是一样的，它长什么样子呢？就是这一支，就跟小毛笔一样。看见就跟小毛笔一样，这个笔用来做彩绘、画花什么的，以及有些填色啊等等都会用得上。这支笔用的是比较多的，万能笔。第4个就是咱们的扫扫笔，也叫渐变笔，啥？还有也叫渐变笔。之前我建议大家都去用这个戳戳笔，戳戳笔用的也很多，透色胶直接用戳戳笔去做，然后也有这种渐变笔，渐变笔是什么？这种扇形的，还有这种长条形的。长条形的，看看是这样式的。啊，这个也是，这个做实测渐变做什么都很好用的啊，这些都行，这都属于渐变笔系列的渐变笔，然后扫扫笔，然后2选1的话就拿那支扫扫笔，用途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平常用的一般就是长拉线笔、短拉线笔，你要2选1的话就选长的，选一支长的，1、2、3、4、5、6支笔，你就足够学习。6支笔足够学习，但是之前老师的笔都是10几块钱一支，或者你们自己单独买有几块钱的，那不一定好用不好用。然后我给你们弄了一个，就是我们就是多少钱？60，学员是咱们有68，学员60啊，60块钱13支，多少钱一支？14块钱，对，这个就很便宜，就给你们用的啊。学员所有学员老师的东西都是最低价格给你们，好吧？因为你们后期都懂，我给你们要贵了要便宜，你们都知道的。好了，来这儿。这是咱们的笔系列，一般笔就要用到这些，2选1选长，3选1选圆头笔，3选1选圆头。比如说我们有时候涂罐装胶、瓶装胶、罐装胶的时候，有的宝宝习惯用圆头，有的喜欢用平头，2选1就选圆头，斜头的话也是必备的啊，斜头必备，然后万能笔必备，扫扫笔必备，好吧？然后还有一支叫雏菊笔，就是小雏菊的雏菊。它也叫小圆头光疗，也叫小圆头笔。
小圆头笔就这种大那个光疗笔的缩小版，它就一笔下去就跟那个雏菊花瓣一样。这个笔也是一支常用的笔，也是一支常用的。你们到了彩绘前期的话，你看啊，我不是给你们一个学习流程吗？咱们前期到涂单色的时候，先不用买后面这些彩绘笔什么的，但是要买个啥都没有的话，你买个工具套买就买了。但是单独买的话，一定是先把前置处理。你看，你就买个死皮剪，买个钢推，然后去买个错条，够了。然后再买上那个5瓶胶，再买上5瓶胶就行了，再买几瓶功能胶，3瓶功能胶就可以了啊。就是前期花钱不多的，一步一步来，因为现在快递也快。但是过年如果大家在家好好练习的话，提前把工具弄好，今年的快递可能会早一点，很多厂家已经放假了，就是我们很多供货厂家已经放假了，我都提前给大家备着点。好了，这个彩绘笔过了，这就是咱们彩绘要用到、画画要用到的一些就是必备的工具啊，不是说笔还有很多，你们想要看笔型的话，了解笔去看之前的那个工具课，但是这是必备的一些，你们买了绝对不会浪费，绝对不会放在那不用的，好吧？然后彩绘笔一定要配合洗笔水去使用，彩绘笔每次画完必须要用洗笔水去洗笔，你要不洗笔或者照了灯，不管你买的笔贵还是好，你只要保护好了，它都可以一直用。然后笔，你看我现在桌面这个灯，你们有的时候自己练习就把灯放在这儿，等着你的胶和你的笔全部坏掉了，你就更换吧，把你的灯放到你的桌面旁边。不要对着你就操作区域是不能有这个光出现的，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底下，放桌子底下也行，好吧？笔一定要注意清洁到位，然后给它收起来，要收笔用润笔收起来，每次用笔前开笔，笔不要照到灯，这个经常会很多宝宝忘掉这个事儿。然后笔不要照灯，然后那个咱们的调色盘还有这些胶开屏的胶都不要照到灯，你哪怕开了一点点缝，它也能进去，就是这么厉害啊！好吧，好了，最后一个就是咱们最主要的，咱再给我打上这个纸吧，打上纸，你打开那个 WTS 就有。来，彩绘笔过了，剩下的最后一个就是大家会比较感觉麻烦一点的，比如说就是咱们的这个甲片啊，不是甲片啦，是这个胶类。就先把这个胶类给大家说完，胶类必备的胶，我就按照涂色顺序来说。第一个干燥剂，我这里给大家说了，大家以后千万别再买错。干燥剂也叫平衡液，它的主要作用就是清除甲醛水分和油脂啊。干燥剂用完了，用粘合剂，也叫防翘剂，防翘剂可能那个名字会多一点。防翘剂就是防止它起翘的，这两个都不需要照灯，然后自然风干的啊。这是两瓶，就是咱们的功能胶。你看这个叫结合剂，这个叫平衡液啊，看见没有？这也是结合剂，也就叫防翘剂。结合剂、防翘剂，还有什么粘合剂，都是一样的啊，都是一样的。先涂干燥剂，再涂防翘剂，不要照灯，等它自然风干，就是防翘剂自然风干1分钟之后，我们再去涂底胶，直接涂底胶就好了啊。好了，除了这两个以外，我们还有什么？还有咱们的底胶。底胶有加固底胶，然后可卸底胶等等，什么各式各样的可剥底胶，那些可剥就属于指甲油了啊。底胶系列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你们随便买1瓶就行，随便买1瓶底胶，然后加固胶、流平胶啊，这个不应该用箭头，应该用斜杠，就是也就是说，我把加固胶和流平胶都纳为必须要备的胶之一，流平胶它的作用做建构嘛，咱们课程里面想学，要先去学前置处理、修甲醛、涂单色，学习做建构，做建构就要用到咱们的流平胶。流平胶建议大家用罐装，不要用瓶装了，瓶装前期可以，但是瓶装我后来发现一个弊端，就是它容易有气泡，有大量的气泡不好操作，所以说用罐装的啊，罐装流平胶，然后后边就是封层。色胶我就不用说了吧，色胶我单独列一下。这是我们常用的一些功能胶，色胶一般来说，您这里面如果说我非得省再省的话，底胶、加固胶和封层这3个是必选的啊。封层里面有磨砂封层和免洗亮面封层，那个2个都用一下，有2种啊，1和2。2种都用一下，免洗封层和那个亮面封层，一般我给你们发都有。然后色胶前期练习的话，就是红、黄、蓝。看我这里弄了一套，我也不知道是这随机拿一个，就给大家备的这些红、黄、蓝。
色，三原色，我涂一下啊。黄是哪个黄？三原色的红黄蓝，你们去看之前的那个课，我给你们去讲过红黄蓝那个颜色。黄色还不能太暗，还得用正黄，用正黄。柠檬黄是有一点发浅的啊，大概是这么个颜色。这是一个正黄色，红黄蓝有了，你可以调出各种各样的颜色，但是需要增加我们的什么黑白色。比如说大家前期买胶一般买6瓶，红黄蓝黑白，另外再加一个透白色，也就是说乳白色，透白乳白是一样的，就是这个用的是比较多的。好吧，一般前期准备就这几瓶胶就好了。还有其他的一些胶类，比如说粘钻胶，现在也叫大力胶，这个必备。硬式免洗封层前期不需要啊，这些硬式免洗。这是罐装的，也是粘稠的，算是粘钻类的，算是就是粘完钻之后需要用它去包边，或者说做模型粉、做款式会用的多。前期用的不多，但是大力胶是必须要有的，就粘钻胶啊。过了这个还有啥？还有咱们的，我看一眼，没了，剩下都是款式胶，我也就不说了。款式胶不说，我也不强推大家，根据你们每个人喜欢的款式来去单独再买就好了。你只要入了门，剩下的都可简单了。还有最后一个是咱们的延长系列，哎，我又想起一个，就是咱们的练习甲片。练习甲片是必备的啊，练习甲片也得必备。好了，来，这给你们加上去。还有什么？咱最后这个甲片类就是延长类。延长类我们就是过了前6项之后，开始学渐变，学这个延长了。我们需要用到什么呢？就是甲片，这个贴甲甲片。买那种侧面弧度看起来不要太高的，你们买甲片的时候都去掰一下。如果立马出现了一些白色的痕迹，就算慢慢待会儿淡了的话，那个就也稍微差一点点，有的那个韧性说明是不是特别好的啊。第一个是甲片，贴甲甲片。第二个速干胶水，这个应该放到这个里面去，但是我放到这儿大家好记，速干胶水。第三个甲片胶。现在几乎都用甲片胶，甲片胶不要买瓶装，不要买罐装，买瓶装啊。看，也叫甲片粘合剂，也叫甲片粘合底胶等等，都跟贴甲片用的。瓶装的是比较好用的，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粘稠的，这种。好，这是贴甲片会用到的。然后买1盒就行，1盒推荐是梯形，梯形可以修成短梯，可以修成椭圆，也可以修成圆。啊，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用，但是最好用的还是方形甲。方形甲它可以修成任何甲型，但是你要说梯形往方形去修，前端可能会有一丢丢的窄。好了，第二个纸托是啥呀？就是咱们做纸托延长用的这种东西。做纸托延长用的这种东西，卡纸托嘛，就是叫的就是它。卡纸托有它就有胶，胶的话用的是延长胶或者叫光疗胶，延长胶或者是光疗胶。延长或者光疗都可以，有的说光疗胶它是可以贴钻，可以什么都可以，但是一定要选择流皮性稍微好一点，你不要一取胶一堆拉丝的那种，是非常容易有气泡的啊。这是咱们做纸托，然后水晶粉、水晶液这些就是后期吧，就是基础性不用用，这些都得用，这些是必备的啊。还有最后一个点是什么呢？咱们的彩绘用到的是什么胶？我直接就写在这儿吧，彩绘唯一用到的就是彩绘胶，彩绘胶跟甲油胶是不一样的。我们在画图案的时候一定要用彩绘胶去画。我写到这儿，你们应该可以多写，我这张纸有限制啊。彩绘胶一般都是单独的。你看这还有个吸尘器，但是我不纳为这个标准，你们必买物品之一。彩绘胶有几种，比如说有的
大罐的、小罐的都有啊。就是彩绘胶有的是偏向于膏状，有的是偏向于液体状的。液体状适合新手一点点，买个适中一点的就正好了，好吧？然后彩绘胶必备的颜色也是黑白红黄蓝，黑白红黄蓝，你有这几个颜色，你可以调出，你就无敌了。你可以调出任何那个颜色来，能调出任何颜色，但是你任何颜色都调不出它标准的那个红黄蓝，也就是那种不是宝蓝，叫湖蓝色啊，湖蓝色。好，彩绘胶，这是我们要用到的工具。工具的话，我再强调一遍，彩绘胶是黑白红黄蓝，就是能省则省。刚练习的话，你们就黑白色也行，黑白色彩绘胶也是必备的。好。我不知道我说到现在大家有没有乱啊？但因为我这张纸就这个位置有限，让大家看的那个就好像到现在来说比较杂。那顺下来的话就会好一些。前置要用什么，清洁要用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点点杂杂的，我画圈的啊。咱们从头，比如说整个这一大类前置必须要准备，然后清洁水是必须要有的啊，然后棉片必须要有，光疗灯必须要有，一字剪必须要有，卸蒜钳也可以不用，因为你有一些倒下来的那种死皮剪也可以用。好了，然后假托必须要有，练习甲片要有，卸甲包，卸甲包有吧？现在都用一些什么防就玻璃胶啊什么的，那都是花里胡哨的。卸甲包啊，或者直接用打磨机去卸除就行了。卸甲包备一个吧。好吧，卸甲水不是啊，卸甲水可以不买，但是洗笔水必须要有，洗笔水、搓条这些就不用说了，每个备上一个，然后海绵泡备上俩就可以，就练习就够了。然后彩绘笔这些就是我圈出来的都是必备的，还有咱们的功能胶类，功能胶类我圈出来的也是必备的，流品胶我建议也是必备一个啊。色胶呢是黑白红黄蓝。还有透白色这几瓶，任何胶都可以调胶，只要是需要照灯的胶都可以进行调和。比如说石膏胶可以和色胶调，然后那个雕花胶也可以和甲油胶去调，还有咱们的那个粘钻胶也可以和色胶去调，等等都可以调胶的，就是颜色呀、透度呀、它的质感呀都可以进行调和。好了，这个还有咱们的粘钻胶必备，这些延长类的，对吧？彩绘胶的就是黑白色啊，其实就这些，我数数，1、2、3、4、7、8。基本上大家在30类左右吧，30个品种左右，你这美甲就可以学上了，就这些，好吧？大家回来看看你们在这个日常操作什么有什么问题，抓紧问一下。这就是咱们必备的工具啊！因为什么要用到咱们的一些那个练习甲片？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做款涂色，甚至说用来打板都要用到它。就是你自己知道，你比如说你买了几瓶胶，但是对应号你不能每瓶单独每次都找吧，提前打好色板放到那儿，看到对应几号我直接就拿过来用了啊，就这个。老师不做品牌推荐，也不强推东西。